转眼间呢，2022年又过去了一半，再过半年呢，就到了2023年。那么随着各地疫情的有效控制，人们的生活呢也回到了正轨。很多人在想，上半年楼市救市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，那么我在2022年的下半年能不能够买房子呢？也有人认为呢，经过几年的调控，炒房客没有了，而且呢，现在房价稳了，那么下半年也许就是我买房的最好机会。今天呢，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讲一讲2022年下半年买房有3个方面的变化啊，刚需在买房子的时候需要注意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，第一个变化呢，就是开发商仍然面临着压力，开发商仍然面临着转型。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，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啊。过去20年，开发商是无序的扩张，拿着从银行贷来的钱，还有呢从老百姓收的这个首付款，然后疯狂的拿地建房子，但是呢自身已经资不抵债了。要不是呢2020年的3道红线，可能到现在房地产开发商仍然还在疯狂的拿地。那么有了3道红线，开发商才发觉我的压力很大，我要去呢降负债，如果不降负债，可能呢再没有办法去拿钱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想办法去促销自己名下的这个楼盘也好，或者说呢打折促销等等。但是呢，有的开发商风险已经很大了，到现在已经无法自拔了。那么所以说呢，现在整个房地产开发商这个行业呢正在加速洗牌，能够留下来的都是精英。那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，还是尽量去看一些呢比较有实力的开发商。很多3、4线城市的人说呢，我这儿没有大开发商，我只有本地开发商，那到底能不能买房子呢？这个也很关键啊。一个小地方呢，可能也会有好几个本地的开发商，那我们就选呢比较有实力一点啊。任何事情呢都有风险，那么我们呢在买房子的时候要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，尽量呢避开去买这个烂尾楼。所以呢，目前开发商还在解决2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资金来源的问题。那么资金来源的问题呢，又涉及到第2个问题，就是负债问题。如果负债不解决，就没有资金；如果没有资金，就负债。所以开发商现在的日子很难，你要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那么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就应该保持冷静。第2点呢，就是在今年下半年买房，很多老百姓还是会持观望的态度。为什么会持观望的态度？第1点就是呢，该买的都已经买了过去20年为什么楼市交易很火？是因为人们大量的从农村到城市，我需要住的地方那没办法，我就必须要买房子。所以呢，这过去20年这个需求一直还在，包括呢从2014年以后，很多人已经是第2套房子在改善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不管是新房也好，还是二手房也好，交易量都是比较活跃的。当时即使有炒房客的存在，那么也不要忽略有这个刚需，有这个置换这些需求。但是现在通过这个房住不炒，让很多人冷静了，该买的都已经买了，而且没买的可能要么要离开这个城市回到农村发展，要么是现在还没有攒够首付。还有的人呢是手里面明明有钱，但是经过3年的疫情很多人呢这个收入受到了影响，我要先发展家庭再来买房子。所以呢，整体观望的情绪呢还是占多数。那么第2点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需求量下降了，真实购买力没有多少了。之前呢我们讲过，因为很多人买房子呢是对这个房价上涨有信心，即使呢我们不炒房，我们买了房子，听到我们房子升值了，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。别忘了，我们买房子还有各项的成本，包括装修，包括这个我们最大头的这个还的这个贷款，对吧？30年的贷款，这个利息差不多都和本金一样了。那么你的房子每一年保持着增速，那你是不是很高兴呢？因为如果有一天你置换的话，那这个价值呢就一直存在。这样的话呢，就相当于你少花钱又买了一套房子。但是现在
在房住不炒的大基调下，房价稳了啊，很多地方的房价实际上是在前2年无序的涨，并没有根据这个城市的人口多少或者说经济的发展而涨啊。很多3、4线城市就出现这种情况，3、4线城市本身人口就不多，那么为什么房价能够从这个3、4千块钱涨到1万多块钱每平方呢？就是因为当中有人炒作啊，或者说呢临时来了很多人抬高了房价，那么到现在这个人离开了，房子还在，但是价格却下来了。所以呢，很多人现在不敢贸然的去买房子。总之一句话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出手买房子的。第3个变化呢，就是在整体的大环境下，现金为王，很多人呢不再考虑房子的问题。这3年的疫情让很多家庭失去了这个收入，或者说收入减少。那么现在人们想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啊，这个呢才是重中之重。那么随着这个现在疫情的控制，很多地方呢已经恢复了这个生活生产，人们呢又像以前一样开始发展自己的。但是这3年让很多家庭负债了甭管是车贷、房贷还有信用卡，总之呢有很多家庭是负债累累。那么这个时候别说买房了，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负债降下去才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很多人是根本不会考虑房子的。那么第2点呢，就是房价2极分化还没有到最终的结果。我之前在视频当中呢也跟大家讲过，大家对于房子上涨哪怕只涨500块钱，很多人都会买房子。但是房子即使能够下降到3000块钱每平方，很多人还是会考虑，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房价降的幅度呢是没有底线的，越便宜越好，这是大多数买房的心理所以呢，综合以上3个原因，很多人呢对房地产开发商没有信心，怕买到烂尾楼，还有很多人呢基于自身的原因观望，又或者呢直接放弃了买房的念头。所以说在整个2022年的下半年，估计呢楼市的交易量也不会很高，但是这也给了我们真正想买房子的人一个机会。第一呢，可能开发商为了回款，价格呢可能会有大打折扣的可能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由于这个楼市的救市那么可能呢这个利率会很低，所以呢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？你花了很少的钱买到了便宜的房子，每个月还款还很少，那么究竟值不值得买呢？要根据你自己当地的行情来判断。我说的这3个大方向呢，仅供你去参考。买房子呢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出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